喂，小韩。喂，马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您家小区发生了命案。你在哪儿？我们现在马上快到了。保护现场，我马上到。好，我知道了。刚来，真是，哎，看小子来了，哟，来了来了。马立行，你个缺大德的，你个爱牵刀的，你不得好死！别喊了啊！马队，好了，好了啊！消消气，消消气。习惯身子了啊！好了。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痕迹？是的，门锁没有被破坏，没有暴力侵入，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犯罪现场已经勘验结束，我们在阳台发现了一件你常穿的衣服，上面有血迹。马队。
马队，马立行跑了！快，拿下马队，快！你这个人怎么走路的？小心呀！站住！马队，马队啊！马队！马队！别激动！马队！快动！马队！马队！别激动！马队！马队！马队！带回来！马队回去！别为难兄弟们了！马队，你冷静点啊！让开！这根本不可能是马队做的。可是视频上就是马队啊！马队，带回去！马队，这是谁拍的？现场权证。现在公安局申请检察院介入侦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看卷宗。问题的严重性，我就不再赘述了。现在，撇开组织对你的信任和个人感情，我要问你几个问题。问吗？你说你到医院以后，看到你女儿已经停止呼吸了，你就预感到被人设计了，同时意识到了你妻子林萍也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你就匆匆地往家里赶。告诉我，为什么？你别跟我说，这是一个老刑警的直觉。不管什么原因，林萍是无辜的，你就不该杀她。想扳倒马立行的人，不止我们。昨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固定号码打来的电话。马涛啊，你不用管我是谁。现在公安正在全力抓捕你和田丽，你要想保护他呢，就听我的安排。马立行有个软肋，他有个女儿在康复医院。都够不容易的。你说亲爹亲妈都不管他，我们老马那么伤心，我还不帮帮他呀？我先走了，你注意看一下他的情况。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你再通知我。好，谢谢啊。当天下午，我按他说的赶到了康复医院，看到马立行的老婆正在照顾一个小女孩。后来我又跟着他老婆回了家，在他家对面找了一处隐蔽的屋子等待时机。到了半夜，我又返回医院，搬了小女孩呼吸机的管子。我于凌晨5点左右到的医院，小白已经死了，死因是呼吸机被人拔了，导致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是4点05分。按医院规定，护士每隔2个小时都会去病房查看病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小白被害的时间是凌晨2点到4点之间。头天傍晚，林萍就回到了家里，当天晚上都跟我在一起，她没有作案时间。
算计了，就让医院保护好现场，回到了家里。可林平被害。既然你已经赶到了案发现场，为什么还要突然逃跑？我没有逃跑。林平去医院看望小白，紧跟着小白被害，我也冤枉了林平。离开家之前，跟他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从医院回到家里，不过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林平就被杀害。可见凶手对我的生活轨迹了如指掌。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家被监视了。马队，马队，马队！马立行跑了！快，马队，马队，快！马队，马队，马队长，马队，马队，别激动，马队，别为难兄弟们了。好了，马队，你冷静点啊！让开！事发突然，我想不了这么多，我只想抓住凶手。那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没看清楚，但我敢肯定什么的。给我打电话的人非常了解马立行的生活轨迹，只有拖住他，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机会，正好可以嫁祸马立行。我突然你去这趟医院，小白就死了，还要怎么清楚？告诉你，这事儿要是真的，我饶不饶你？马立行，咱俩结婚几年了？你就对我是这样信任吗？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恶毒？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
马立行，你还是……之前的电话也是他，那我父亲的死肯定跟他有关系。我们设想，如果他是整个事件的幕后老板，一定会设法脱身，而且他也一定是我身边的熟人。我在冬季田里，马到未交田里就铤而走险，目的就是搬出我们。老马，这只是你个人的推断呐。你邻居的证词和现场群众拍摄的视频对你非常不利。刑警队长杀妻拒捕，这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民愤极大呀。如果你不能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无罪，你还得继续被羁押在局里。马立行啊，是倒插门的女婿，他现在住的房子还是老林家的房子。人要不是他杀的，他跑什么嘛？对是。我们已经申请检察院提前介入，配合我们调查取证。媒体全程监督，尽快查清事实。对这个决定，你不想说点什么？没有。我相信所知，也相信我自己。相信自己什么？直觉。那他那天早上穿的是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灰白色的上衣。你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呢？这么多年邻居了，我还看不清楚。死亡时间。公安部门同志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尸体的温度是24度，现场没有开启任何制冷的工具。根据血液粘稠时间还有眼角膜的浊化时间来综合判定，马立行在家的时间跟他妻子林萍的死亡时间正好相吻合，前后差异可以有半个小时。作案工具。屏幕上出现的这把刀，刀上有马立行的指纹。马立行说，这把刀一直放在他们家的钢琴架上。这把刀是我送给他的。有一个问题。说。如果人真的是马立行杀的，那他为什么杀人离开了以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回家里？好，这也是我的问题。线索不只是这些吧？高健，根据现场的证据，
你谈谈你的分析和结论吧。好，第一，以我对马立行和他妻子林平的关系的了解，他们两口子在生活当中总是磕磕碰碰，但不至于到拔刀相向的程度。第二，马立行是老刑警，经验丰富，他能够有时间出去到医院，难道就没有时间来处理血衣吗？而且血衣上明显有被擦拭和蘸取的痕迹，不符合喷溅的形状，这显然是伪造的。所以，我的结论是不予批捕。既然如此，那就尽快在现场找到第三者作案的证据。好，小波，你联系一下公安局的同志，我们重走一遍马立行在案发前24小时的所有活动线。另外，对第一案发现场重新勘查。好的。小韩，哎，高处，把这个区域重点勘察一下。是。老陈，高中，马立行突然跑的位置在哪儿？在楼上。走，去看看。马队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对面的建筑排查过了吗？排查过了，每一户都排查过了。是的，其中一家的阳台能直接看到马队家里的情况。画架上有断刺的仙人掌，而且仙人掌上有疑似人。对上了，对上了，赵局。什么对上了？水平跟那个 DNA 对上了。对。到底怎么回事？赵局，是这样的，我们在马队家对面的一个单元楼住所里边发现了一个水瓶，经过对仙人掌上遗留的头发上的 DNA 和水瓶上的 DNA 进行比对，我们发现这是同一个人的 DNA， 而且不是马队的。赵局，也就是说，林平被害的当晚，有第三个人潜入了马立行家，暴力杀害了林平。潜入地点就是阳台，作案后顺着原路返回的。血衣应该是凶手故意丢在垃圾桶的。有罪证据存疑，无罪证据出现。看来马立行所说的，在案发的家门口，他发现有人在暗中观察他，是可信的。高社长，
我要代表全局干警，特别是马立行，感谢你啊！现在案子虽然清晰明了了，但是促成这个案子原因到底是什么，必须要查清楚。从侦破的过程来看，凶手应该对马立行的行踪做过严密的跟踪。那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重新整理证据，向全社会公布侦查结果。马立行可以立即释放，投入工作。是。别站起来了，缓一缓。我上次跟你说过，我在他书房的香炉里面找到一张没有烧毁的电话卡。我找到了一个黑客，破解了这张电话卡，查到了所有的通话记录。和这张卡有联系的有3个人，但其中1个人已经死了。那张电话卡里有3个号码，一个是你，一个是蓝和培，还有一个叫黄淑珍。黄淑珍。我们找到这个人，不就行了吗？这个人死了10几年了，根本查不到。我现在要把这张电话卡寄给马立行，他能查到。好，我马上就办。还有，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座机号码给我。哦，在这儿。这个。喂，您好，是罗约酒店吗？不是，这里是3号码头游艇俱乐部。先生，您是不是打错了？先生，我从那边来。我给你找钱啊？不要，小费。谢谢啊。哎，兄弟，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您说。我有个叔叔，患老年痴呆，前些日子从家走失了。我记得他最后一个电话是从这儿打给我的。我想问问你啊，有没有印象？没印象。哎，兄弟，帮个忙，帮个忙啊！那您等会儿啊。您看看，是他吗？有钱的，华侨。你认识他吗？你到底是干嘛的呀？兄弟，不瞒你说啊，这个老板啊，前些日子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出海啊，想让我给他开船。这么些日子过去了，哎，没有音信了。你说像我这样的，再不找点工作干，回家呀，老婆都不让我上床了。
想接近有钱的人，你就说嘛。为了生活找点事儿干，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但是你要给他开船，那你没什么希望。人家现在自己正在学呢。你能确定这就是我要找的老板吗？那个电话除了给贵宾急用的，也没什么人打。这么着，兄弟，我拍个照，叶子当啊，回家跟你嫂子有个交代不是？啊，那你拍我。你看看这个。龙恩，又是匿名，群众力量大，公安都快失业了。拿到技术科查查，机主是谁？是。你是说铁力还在江东，而且还给你寄了电话卡？我们查了电话卡上的线索，蓝和培和马兜都是在查的案犯，只有这个叫黄淑珍的女人是个陌生人。黄淑珍，看你这表情，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啊。我的师母叫黄淑珍，叶龙恩老师的太太，但是她已经过世了。对，就是这位叶副市长，这是我查到的唯一符合条件的人。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大姐，我们查叶龙恩和黄淑珍的关系，也查了叶龙恩的履历。他任副市长期间，曾经破格提拔了蓝和培做商业银行的行长。市长提拔银行行长很正常啊。没这么正常吧？张道华对蓝和培的妻子苏敏进行了调查，世华公司数亿资金消失，都是通过苏敏在香港注册的这家叫海利发的公司转往国外的。海利发公司转往海外的账号轴北相连，相互转账，这显然是在迷惑我们的侦查方向。所有的资金最后流向了海外一家矿业公司。巧合的是，叶龙恩多年前曾经率队去海外考察过这家公司。有更详细的资料吗？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苏炳森的幕后老板是蓝和培，那蓝和培的幕后老板会是谁呢？蓝和培在出门前没有携带任何个人物品，根本就没有出远门的打算，到现在没有出现，在哪儿去了？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铁荣光？如果蓝和培被害了，那么凶手是谁？幕后老板能是谁？你心里应该有数吧？我们光在这猜测没有用。你说的这些证据确凿吗？高健，说心里话，你觉得这些证据还不够？那我要见一下我的老师。高健呐，今天你怎么想着来看我来了？我挺长时间没来看您了，就是过来看看，看看您怎么样，身体挺好的吧？你说人到了我们这种岁数，还有什么好不好啊？说起来真是羡慕你们年轻人了，活得精彩啊！
其实我觉得您现在这种状态挺好的，平实、踏实、安静。老师，那个凯文和铁力的事儿，您知道了吗？听说了。我作为他们的老师，没有给他们把控好方向，惭愧啊。其实人生的方向都是自己把控的，有什么样的选择，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是有事。说。主管您说。我最近有一个案子挺困惑的，我想请教请教老师。检察院的案子，找我讨论不合规矩吧？我就是跟您打听一人。谁？蓝和培。知道这个人。我们在翻卷宗的时候发现的，他曾经跟您是同一单位的。不过他失踪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觉得挺奇怪的。我就想过来问问老师，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什么线索。是这样的，蓝和培是江东商业银行的行长。我们曾在一个单位工作上有过接触，没有私交。就是挺巧的，我们发现正好是在您担任副市长那个时候，他是被破格提拔成商行行长的。这件事啊，也有。蓝和培呢，当时有留学背景，带回了一些先进的理念。当时呢，我们正在寻求经济快速的发展，破格提拔了一些年轻的人才。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他私下里从来没有跟您联系过吗？没有。爸。哦，今天就别走了，正好瑶瑶在，留下来吃顿饭。啊，不了不了，老师您别麻烦，每次来都要我留下吃饭，我这还有挺多事儿呢，我这就走了。你可别客气啊！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就不留你了。好，您忙。来呀，替我送送啊！好，哎，行嘞，老师，那我走了。爸，您在家？啊，高健刚刚走。高健来干什么呀？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我。混蛋！爸，你怎么了？这鸟脏了口了，学会骂人了。不能留了，再找一只吧。爸。啊。您要出去啊？老干部有个聚会，少不了喝酒应酬，还不知道几点能回来，照顾一下瑶瑶啊。哎。
叶龙恩的账户里出现了大额提现。什么时候？3天前。3天前。子琪，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们了。原谅爸爸的自私和不辞而别，爸爸永远爱你们。姐，怎么了？爸呢？这张照片什么意思？这里面的人是谁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爸爸跟他们那么亲密？姐，你说话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爸爸的另外一个家庭是吗？心里他就这么走了是吗？他不要我们了是吗？是不是啊，姐？你说话呀！你说话，什么意思啊？爸，这是爸。爸，爸，李瑶，怎么是你们？哎，马队，查到叶龙恩1个星期前购买过飞往马来西亚的航班，起飞时间是今晚10点。老詹，马队，飞机起飞了，但是叶龙恩没有登机啊。知道了，赶紧回来吧，有新任务。铁力，想不到幕后的老板居然是你的老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也许是条不归路。我不想连累任何人。铁力，在我这儿，
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我们想办法阻止他出海。那你先帮我查清楚叶龙恩什么时候出海。大家记住了，叶龙恩今天下午2点钟出海。大家记住了，叶龙恩今天下午2点钟出海。走，去码头。先生，您真的要一个人出海吗？是啊，有什么不妥吗？不是，我是觉得明明有人想要跟着您一块儿出海，那您为什么不请他帮忙呢？有人要跟我出海？对啊，他都赶到这里来了。不过我知道您一向喜欢安静，所以我就把他打发走了。谢谢你。你慢用。好。你要跟我出海？你去见过叶龙恩，有什么发现吗？我问了几个跟蓝和培相关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表面上他回答的非常正常，但是我了解他，我多希望他突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训斥我，就像当年我是他的学生一样，怪我怀疑他。可是没有，他很平静，而且始终带着微笑。电话卡和你的面谈都只能是猜测。叶龙恩毕竟当过江东市的副市长，即使我们对他产生怀疑，也不能擅自展开调查。你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吗？我明白，我知道。可是我师母的电话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铁荣光的电话卡上，并且往来通讯繁多。师母已经过世10年了，这10年期间是谁在用她的手机号码？是谁有可能在使用这个手机号码？使用者和直接拥有者在法律上那是2个概念。是。可是据公安局掌握的线索，叶龙恩最近先是大额取现，然后订了飞往马来西亚的班机。高杰，这些都不能作为抓捕前副市长的实证啊。本来提前出海是需要办理一套手续的。好的，祝您玩得开心。经理啊，让你费心啦。没事，应该的。哎，帮忙。抱歉，还真让你说对了。叶龙恩的
机票是假的，他根本没登机。我们查了最近的出海记录，也没有发现叶龙恩的名字。不过有一个叫海森的，是一华裔，租了一艘游艇，准备今天出海。海森？对，海森。老师，您在法学周刊上的文章我看了，太好了。您为什么要用海森这个笔名呢？哎呀，我这个笔名啊，来自沃纳·海森堡。他是二战时期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创造了量子力学。193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等式56啊，奠定了海森堡不确定因素的公式。这个公式说明，人类无法同时预测到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不知道物质位置在哪里，或者未来去向哪里。因此呢，海森堡认为，人类无法预测到物质的未来去向。我们这个世界啊，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人类呢，也是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吧，今天呢，我可能是教授，明天呢，也可能是商人，再后天呢，是你的老师，也可能最后成为你的被辩护人，或许再后来是你审判的囚犯。出海是什么时候？下午2点。老马，你马上查一下海森这个人，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就应该是叶龙恩本人。好，那我马上锁定他。方姐，我的老师叶龙恩已经离家走了。最关键的是，叶龙恩曾经的笔名叫海森。黄淑珍、叶龙恩、海森、叶龙恩。我担心，如果现在不立刻采取行动的话，他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马队，青湾码头发现了马涛的踪迹。是叶龙恩出海的码头吗？对，就是那个码头。热闹。喂，老马，又怎么了？在海森出海那个码头，发现了马刀的踪迹。马刀？老马，铁力一定就在附近。好，我马上去码头，咱们来个螳螂捕蝉。走，去码头。是。方姐，叶龙恩、铁力、马刀，绝不是偶然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抓捕叶龙恩，必须由组织上出面。可是现在怕来不及。警察。是这儿吧？是这儿。船呢？不是2点吗？
提前出海了，追！小韩，派人去那边。是。发现铁力马刀，马上去捕。是。小翟，去那边。是。小心啊，注意安全。喂，伙计，来晚了，叶伦恩和铁力都出海了，我马上去追，你联系海警，在公海堵截。小伙子，警察，传征用了啊。凤姐，不能再等了，铁力和叶伦恩都已经出海了。现在只有马立行一个人出海抓捕，我担心他有危险。我们可以以抓捕铁力为由，想办法把叶伦恩先留下来。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通知海事部门协同咱们一同抓捕。速度再快点！速度再加快！这是他们3艘船的 GPS 定位。再过一会儿到公海，抓捕就困难了。你把船开到舱后面，我们从后面上去。来了，叶老师，没想到吧？人算不如天算，不管你隐藏的有多深，我都能把你给揪出来。铁力啊，自打你返回江东那一天起，你就一步一步在实行你的复仇计划了吧？是的。你说的没错，怎么还想着要富贵一生呢？没这个机会了，把他绑起来。走。铁力，你要干什么？
返航回去，让他接受审判。你疯了吗？你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吗？从我犯法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要逃避法律的制裁。班长，铁树教是活着，绝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正就是正，邪就是邪。他虽然是我父亲，但我也要做我自己。铁力，铁力，我宰了你！开枪，打死我，给个痛快的。开枪！开枪！马公安，你可不能杀了他。马立雄，我想为你的女儿和你老婆报仇吗？终究开枪打死我！他老婆真漂亮，身材真好，皮肤也白，为他报仇！来，开枪！开枪！打死我！啊！马立雄，接着！站住！拿刀！不要！报告局长，我们的海监船已经追上嫌疑船只，现在嫌疑船只处于被截停状态。好，带回嫌疑船只。高健，院党组研究决定让你出任叶龙恩一案的公诉人。怎么，有什么犹豫的？他是我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回避？正常情况下，你确实应该回避。但是啊，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因为叶龙恩一案和你正在审查的世华集团的非法集资一案有关联，二是叶龙恩他毕竟当过副市长，以他的级别呀，我们检察机关也一定要匹配相当的检察官来当公诉人。第三一点是我的私心了，你是叶龙恩的学生，你应该了解你的老师怎么出招吧。所以啊，你做叶龙恩一案的公诉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要犹豫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们检察院是检察长负责制，我是检察长，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好好去准备吧。能让我想想吗？
给我几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我再回复您，行吗？好。小双，在傅奶奶家过得怎么样？很好。爸爸这2天要忙案子，你在傅奶奶家住2天，案子一忙完我就接你回家。好。你长大了要懂事儿，在傅奶奶那儿要听话，不要给人家添麻烦。爸爸，我想你。爸爸也想你。爸爸在忙，你要听话。院党组研究决定让你出任叶龙恩一案的公诉人。你是叶龙恩的学生，你应该了解你的老师怎么出招吧？这一晃啊，你看你们都长这么大了，咱们相识有多少年了？再过1个月就满20年了。都这么多年了。我从小没父亲，叶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也像我父亲一样。不敢当，你呀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也感到骄傲。哎呦，您过奖了。您忘了我刚做检察官助理的时候，办的第1个案子就犯错误了。要不是您的鼓励，恐怕我都没有勇气走下去。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作为检察官要有自省的精神，一定要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我记得你和我爸因为一个法律的问题在争辩，我还记得当时我爸气得浑身发抖，你呢，你就理直气壮地站在那里，神采飞扬地说：“理越辩越清，法越辩越明，控辩越精彩，国徽就越闪亮。”喂，凤姐，我想好了，接受您的工作安排。对。高检察官，请保持距离。他是我女儿的干爸爸。双双生日宴，谁让你这样给高双过生日的？你经过我允许了。铁力爸爸给我过生日，经过我的允许就可以了呀。毕竟我是你亲爸爸啊，听话，咱回家。看我这回。
来喝口水啊。哎，爽爽，怎么了？这怎么哭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快告诉奶奶啊！奶奶，铁力爸爸被抓起来了，我是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他了？不哭啊！奶奶，您带我去见见铁力爸爸吧，求求您了，带我去见见他吧。不哭啊，爽爽乖。这个拥抱能让我感觉到你还拿我当成朋友。我现在这个样子，让你很失望吧？是的，甚至有很多遗憾。但是这个友情，在我心里，至少不愿相忘。你已经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了。需要。我需要你做污点证人。指证叶龙恩。对。如果我不答应了，因为我已经报了仇了。你现在的所谓报仇，救不了你。我希望你能答应，就像在那个关键时刻，你调查航向。你要干什么？返航回去，让他接受审判。你疯了吗？你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吗？从我犯法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要逃避法律的制裁。姐，我一直睡不着。姐，我一个人实在是睡不着，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特别想做什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为什么小丽跟爸爸都出事儿了呀？没有他们我怎么办呀？我现在身边只剩你一个人了，姐，你是律师，我知道你帮帮他们吧，你帮帮田丽跟爸爸，我实在我自己不行了，他们不会出事儿的，他们不会出事儿的。那他们我该怎么办呀？你不能再有事儿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想来送送你。谢谢。你关闭了律所，必须结束。我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江东我也待不下去。还回来吗？不知道。老师的事情我听说了。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我打算为我爸辩护，我只能这么做，也没有别的任何选择。你是一个好律师，肯定能明辨是非。我是一个好律师吗？我不知道。你一直都很清楚，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不用安慰我，凯文，别放弃。你不放弃，我也不会放弃的。多保重。别为难，我们还是按照程序来吧。按照程序，我会请当事人事无巨细，把案发的经过全部告诉我。您会如实告诉我吗？我觉得呢，你还是去看起诉书的内容吧。我要求无罪辩护。蓝和培的尸体和汽车都一同打捞上来了。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期待的是庭审。奇怪吗？法律上面的问题啊，我比你懂。如果你不给我做无罪辩护，你为什么上庭啊？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律师，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您辩护。这也是我唯一能为您做的事。好啊，你不是常说胜利即是正义？我现在相信，正义即是胜利。你知道爸爸最喜欢什么吗？对于我们这些深知法律弱点的人，法律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叶老师还好吗？你现在还愿意叫他为老师？当然，一个人只有经过了正当的、公正的法庭审理，才能确认有罪。在此之前，从法理还是从情理，我都应该继续称他为老师。我申请做他的辩护律师。知道，我是他的公诉人。爸爸应该没想到，他的女儿会和他最喜欢的学生，有一天为了他庭审抗辩。他同意你这么做吗？他是怕你有舆论非议。这种情况下，作为女儿，做他的辩护律师，在舆论上难免会对你不公平。在法庭上，我是律师，不是他的女儿。舆论说什么，我不在乎。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高健，不枉不纵，让我们公平地决胜法庭吧。好。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叶龙恩，男，1950年6月3日出生，江东下林镇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10月被江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叶龙恩2002年至2012年担任江东市副市长一职。任职期间，与江东集团、华正集团私下多有来往，并掌握世华集团的经营管理。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叶龙恩，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认定的罪名有意见吗？审判长，身份认定没有异议，但公诉人说我犯有集资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和滥用职权罪，这是无稽之谈。我希望法院公正、合理的按照我国的法律程序对我进行审判。完了，现在开始举证质证。首先，请公诉人针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叶龙恩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向法庭出示证据。审判长，针对叶龙恩集资诈骗人民币10亿元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将按指控犯罪、证明犯罪的要求，将证据分组向法庭出示。首先，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证明被告人叶龙恩伙同江东商业银行行长蓝和培，创建世华公司，以稀有金属矿为由，吸收巨额公众存款，并据为己有的事实。具体包括：一、王建国举报的案卷卷宗；二、媒体记者从世华集团内部获取并递交司法机关的部分世华集团账目资料；三、世华集团董事长邱炳森的证言录音；四、被告叶龙恩出入境记录。被告人叶龙恩，你对这组数据有意见吗？没有。辩护人呢？除了第4份证据，
能证明与我的当事人有关联之外，目前看不出其他证据与本案或者与我的当事人有任何关联。公诉人继续举证。公诉人申请证人铁力出庭作证。证人坐。证人铁力，你因为什么被抓？故意杀人，另外还有集资诈骗。你所参与的非法集资诈骗案，是否还有其他主要责任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有。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加入了世华。在经营世华集团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集资活动表面上是邱炳森和蓝和培一手策划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幕后一直有人指点这一切。你是怎么发现的？在蓝和培杀孟可卿后，我赶到了现场。当时蓝和培很慌乱，他说他要给他的老板打电话寻求帮助。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我杀人了！混蛋！老板，你快住！祸水东引，嫁祸邱炳森。这个老板是谁？就是我一直以来尊敬的老师，庭上的被告叶龙恩。肃静。审判长，公诉人没有问题了。辩护人还有要询问的吗？有，证人铁力，你说你当时就听出了这个声音是我的当事人，是吗？不是。也就是说，你当时在现场接听了电话，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因为我想查清楚世华集团的幕后主使，我担心当时报案的话会打草惊蛇。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为了查清楚内幕，所以包庇了一桩杀人案？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如果证人包庇了一桩杀人案，那辩护方有理由怀疑证人证言的真实度。好，我可以仔细回答你这个问题。世华集团经营的是矿产项目，实体矿又在国外，矿物生产经营不断的话，就必须得有主要负责人在现场盯着。可是蓝和培在经营世华集团的过程中，一直未曾离开过江东去往国外。我曾经问过蓝和培，矿物生产现场由谁在负责？他的回答是：你不该问的就不要多问。因此我推断，世华集团的幕后一定还有其他人在参与。其次，世华的经营所得70%要交给蓝和培。世华集团的董事长邱炳森被公安局经侦处调查之后，曾经请示蓝和培，要求转移资金，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转账账户被他的秘书米兰达窃取，交给了江东电视台的记者。我因为获知信息及时，赶到了那个记者家里，拿走了那个 U 盘。是这个 U 盘吗？是的。审判长，公安人员对 U 盘中的信息进行了提取。信息显示，大额资金通过邱炳森的账号，分别向香港的20个账号转移资金。表面上看，像是业务资金流转，但是当我们追查账号所属人时，发现其中一家名为海力发的公司法人代表是一位叫苏敏的女士。苏敏是蓝和培的太太，这家海力发公司是接受邱炳森转账最多的一家。
并且在长达5个月的资金账目上，海利发只是单纯接受资金，在业务上和世华没有任何往来。我们提请香港有关部门配合调查后，发现海利发在接受世华资金后，第一时间都将大笔钱财转去了海外的海森岛。钱转到这个岛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海森是被告人叶龙恩当年的笔名。其次，我们从叶龙恩驾驶的游艇上获得了一本他的护照，这本护照隶属海外。护照上的照片正是叶龙恩本人。我们通过国际查询，得知海森岛归这本护照的主人所有。钱是转到海森的名下了吗？据我们查实，收款方是一家矿业开发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一位35岁的华裔女性，和叶龙恩虽然没有正式注册登记结婚，却共同育有一子。沈班长，这个问题我想解释一下。当时因为我副市长的身份，经常去海外进行考察，接待我们的就是一位女子，就是这个。公诉方是否还有证据出示？有。公安机关关于10月13日海上缉捕叶龙恩的时候，在他驾驶的游艇内舱缴获巨额现金1068万元。请问这些钱是你的吗？不是，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船上？我要出海海钓，租了一条游艇。至于游艇藏了那么多钱，我不知道。你上船之前有没有检查船只？没有检查。这是一份银行凭证和数张的连号纸币，这是江东中路街支行出具的预约取款凭证，凭证写得清清楚楚，你于10月12日下午支取200万现金，也就是这张图片里的钱，其中有1万块钱的连号纸币被混在缴获的1068万元现金当中。那只能说那1万元是我的呀，也不能说1068万元都是我的呀。被告人，你对刚才出示的证据以及证人所做的证言有什么意见？这些证据证言只能作为外围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只能说明这个事情的组织者出了问题。邱炳森因为非法集资已经被抓了，这件事跟我毫无关系。本次开庭暂时到此。